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没有错，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辆大家都期待很久了的 Proton Iris Active 2021啊，可是官方是讲2022啦，虽然还有几个月才2022，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紧张，要快点讲是2022。现在又不是没有车，看到吗？身后就有一辆已经注册好、已经可以上路了的 Proton Iris Active 2021。 然后这辆车是非常感谢有一个网友啊，他主动告诉我他可以借我他的车来做试驾，因为现在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试驾影片，是不是？主要是还没有注册的很多啦，showroom 啦就不能开啦 ，showroom car 要拿出来试驾也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很有可能我是全网第一个试驾到 Iris Active 的啊，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也要非常感谢这位车主 Evangeline 的女车主，我是 Evangeline。 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买 Iris Active 呢？其实就是觉得 OK 啦，我喜欢 Iris 啊，然后就看阿豪的影片，然后以前就喜欢 Iris。哦，不是以前就喜欢我啦，不是。就看你的影片喜欢 Iris 了，然后就我订的原本是上一代1.6 Premium，然后后来因为没有货，就转成这一辆。哦，上一次的那个版本已经卖光了啦，就没有货，你就等到拿 Iris Active。对，它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哦。 啊，是贵一个4000多，好像是。所以你在本来要买的那个 Premium 啊，跟这个 Iris Active 两者之间的差别，你觉得改变大吗？它外观看起来 sport 一点啦。你比较喜欢这样子 crossover 的外观啦？觉得上一代跟这一代啦，都有它漂亮的地方。我个人喜欢这个车灯，对，这个 LED 的车灯，对，它的这个车灯很好看。对，我觉得很美，然后新的 logo 也是很漂亮。可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次的 logo 里面是没有雷达，然后车大镜也没有安装这个前方侦测的镜头啦。这个就希望下一次 Proton 再 upgrade 一点点，把这个 ADAS 系统啊，或者一些类似 ASA 的东西引进 Proton 的一些便宜小车上面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外观，尤其是红黑的装色啊，就很sharp。我相信你在外面应该很多回头率蛮高啦。很多，还有马来人要跟我过来，就要拍这辆车，就是要拍你的车。然后经过 KFC 啊，在出的时候。 哎呀，他们就过来问我 Active 啊，这是 Active 啊，我就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身侧面哦，这个 Fender 这边有这个防刮材质啊。女生会喜欢这样的东西吗？有一点太大搞。你觉得太大搞了？对，如果它小搞一点，可能还没有这样，没有太夸张的感觉啦。这太大搞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OK 啦，可是就有一点大个啦，小一点点可能会好一点。好像我的 Satriano 也是有这个东西，然后 Satriano 是跟车身一样颜色嘛，然后这个就有一个红黑撞色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越野一点，好像 crossover 这样子啊。然后刚刚我们就有听你讲，你的这辆车好像车身颜色方面有一点点问题，是吗？我才拿车，今天应该算是第10天，然后我就看到我的车已经起泡了，它的车气已经起泡了。对，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还蛮明显的。 已经起泡了，而且有一些地方很像它的那个气落掉这样子。希望 Proton 在汽车组装啊，还有这种 body and paint 方面可以更加提升啦。然后 Iris 这一款车啊，绝大部分的人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车尾。反而是我比较喜欢车尾。你喜欢 Iris 的车尾啊？对，因为 够短，够短，然后我可以很容易 parking， 像我这种 parking 白痴就很好，很灵活的感觉啦。然后它的设计是你喜欢的啦，这样子的车灯，这个对，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啦，可是我个人我是觉得蛮 special， 所以我就喜欢哦，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对其实那时候就是上一次小改款啊。 Iris 把这个黑色的东西加上来了过后，我觉得它的 design 有一点像 Volvo 的车款啊，对，有，就是有那种 Volvo 的设计元素啦，其实还蛮好看啦，就是接受度方面就因人而异啦。像 Evangeline 呢，他就喜欢这样子的 design。其实如果你们要看到更多关于 interior、exterior 的设计的话，都可以到我上一部 Iris Active 的影片那边看到更多相关消息。今天呢，主要我们是要来做一个试驾体验 ，Let's go， 试驾一下这辆 Iris Active 2021啊，或者2022啦。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是要 test 一下它的 Eco Mode S 档啊，就是可能一个 Sport Mode 啦，还有就是它的 Punch CVT 的压箱反应啊，这3点相信是绝大部分网友最想要知道的东西。然后这几天的体验下来，它也有它的一些心得，我们边试驾边聊啦。OK，Let's go。
OK， 现在我们是来到这辆 Iris 的内部了啦，所以我们就要上路试驾。上路试驾之前呢，我们通常绑安全带是第一件事嘛。这个安全带一拉出来呢，就 surprise 了，红色的安全带 ，AMG 的感觉啊，就是很 sporty 啦。然后是只有在 Iris Active 上面才有啊，其他任何一个波段车款，任何一个 spec 都没有，只有 Iris Active。所以你买到什么 X50最 full spec 啊，都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去外面换的，可是你要给人家拆你的车啊，什么就感觉不舒服啦。我会这样子啦。所以这个原装来的 is the best。OK， 我们试驾这辆 Iris。在开车之前呢，我们先来大概讲一下它的 interior 了，怕有些人没有看到之前的那一部影片。这个 Iris Active 的 interior 呢，在 dashboard 方面跟上一款的 Iris 啊是有做到一点点提升，是有一个悬浮式的屏幕，8寸的，然后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啊 ，dashboard 有一些红色的点缀啊，搭配起来整个就是比较贵车的感觉啦。非常认同。再来就是这一次很有诚意的增加了一个 center console， 还有一个 armrest。觉得有 armrest 的车啊，驾起来那个手可以靠着，感觉很好啊。这段期间啊，你拿车这几天，你驾了过后，你觉得这辆车你自己的感觉啦，你觉得怎么样？for 我自己只是头几天的话哦，它会很像蹲一下，但是你驾了几天它就顺了。所谓的蹲一下是 jerking 啊，有一点点这样子。那个 jerking 啊，就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啦。然后 Punch 的 CVT 呢，一般上都会有这种 jerking 的感觉啦，在旧的车系啦。可是这一辆呢，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有试驾一段路了啦。我是觉得它在处理这个 jerking 方面啊，是做到有提升啊，但是这个起步的延迟还是蛮明显的啊，就是我们在停下来的时候，起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时常驾 CVT 车款的人，或者你不是一个驾过Punch CVT 车款的人，你可能会比较不适应啊。但是其实觉得还是在可接受范围的。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 OK， 我自己是顺啊，没有什么问题啦，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你之前啊，这一辆车之前你是开什么车？我是 Saga 旧款，08年的。08年就是 BLM 哦，那个 4 speed auto 的。啊，对。OK， 然后你觉得他们两者之间差距大吗？这一辆肯定比较好，差距很大啦。当然啦，这个是一个不同年代的产物啦。对。BLM 的时候就也很吃油是吗？是。这辆车比较省油，对不对？省油，我到现在我拿应该是第10天吧，我还没有打过油。就是还有一半。对，还有半桶。然后每天都有在用。每一天。就是上班下班这样啦。然后有时候还会去到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对，要送货这样子啦。OK， 然后我们现在是用比较慢的速度在转单慢。然后我们在转单慢的时候呢，我个人发现这辆车它其实驾起来啊是灵活的，因为它的这个电动的这一种 power steering 啊，你转起来就很轻。可能我这几天一直在驾我的 Satriani， 就感觉比较重手一点，这个就真的很轻巧。然后我比较好奇啊，为什么你会选 Iris Active 不选 Myvi？ 我觉得 Myvi 很像满大街都有，就是有一种大家都开一样的车的感觉啦。对，我不太想跟别人完全一样嘛，就很像你停在一个红绿灯旁边是一辆 Myvi， 后面又是一辆 Myvi，这一辆反而就没有这样多人会去出。对，是我个人啊，也是喜欢驾比较特别一点点的车。对，所以我不喜欢跟大家都一样啊。就好像我以前在买 Proton Previa 的时候，我还有其他选择，我可以买 Vios 还可以买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不想跟大家都一样。然后驾驶感，你有驾过 Myvi 第3代吗？我是驾过比较新的那一个吧，就是第3的 Myvi 啦，应该是最新的啦。然后我就觉得驾到很轻。然后比起这个啦，然后很轻，然后我就觉得我小命不保的感觉，比较夸张，就是安全感比较少一点点。对，我就很怕，因为它是可以很好的绕，Myvi 车身那个嘛都懂嘛，它很好的绕，但是就是很轻，我会觉得危险啊。那你懂，其实你这一辆车也是有得很好的绕的嘛。就是你的这个换挡这边可以看到它其实是 PRNDS，有一个 S 档。这个 S 档呢，有些人讲它是 S
for sport 啦。也有些人他是讲这个 S 的意思是 Stepped Auto Transmission， 它就是一个模拟让你感觉你的车好像在静压的感觉，就是传统 AT 的那种感觉啦。现在呢，我就把它拨去 S 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S 呢，到底是跟我的 Proton Preve 一样是那种拉高转速比较运动化的 S 档呢，还是像以前 Saga FLX 的那种 SAT 啊 Step Auto Transmission 的感觉？如果是像我的 Preve 那一种 S 档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个好的东西。你在超车的时候啊，你在上下山的时候，你用它，因为它会一直吊着那个转速嘛，它在油门反应会比较灵活，然后动力表现也会比较好。可是如果是 Step Auto 的话，毕竟 CVT 最主要就是舒适嘛。如果你再让它变回以前的那一种传统 Auto 的话，那就是一个走回头路的感觉了。OK， so far 现在这样一小段路，感觉它是像我的 Preve 的那一种 S 档，就是调高转速来让你的车有更好的扭力，还有更好的动力。我感觉它好像是 SAT 的，就是那个 Step Auto， 它会模拟换挡。OK 啦，但是动力表现是有的啊。这辆车，你不要看它小小力这样子啊，它在踩油的时候是会蛮有力的。哦，这个 S 档可以啊，不知道是我老了还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怕。OK， 我们回去 D 档，然后我们启动 Eco Mode。你有试过用 Eco Mode 加这辆车吗？没有哎。今天我好像驾平常它都会跳那个 Eco， 我就不用去按它。OK， 现在我们就用手动的方式打开 Eco Mode，然后来到这一条非常熟悉的、我时常试车的街道，没有车的啊。Eco Mode 踩深油门。OK 了，它的确是比较虚一点，它感觉你的油门下去，它那个力来到比较没有这样够啊，毕竟是 Eco Mode 啦，它还是要帮你省油的。如果是 Normal Mode 的话，驾起来我是觉得其实是很好驾 Normal Mode。如果是你上云顶啊，你要超车啊 ，S 档 is the best。OK， 然后你这辆车是还没有年订的嘛哈？还没有。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赞助厂商 Elevo， 送你一套这个 Elevo 的Sunshade，讲谢谢。谢谢干爹。这个 Elevo 的Sunshade啊是 Premium 的，它的那个网的密度啊是比较密的，所以你就算没有年订的，它在隔热方面啊，防晒也就是防那个光线直接晒进来的那个功效啊是很好的。然后它的安装方式也非常简单，它是 magnetic 的，就是磁铁的，你可以直接很轻松的把它吸附上去。然后如果你不要的时候，晚上你觉得太暗，你可以就拿掉，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 Elevo 的Sunshade啊，或者头枕啊，或者一些其他 accessories 的话，好像 steering 的那个包皮的话，都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购买链接啦。OK， 然后讲回这辆 Iris 啊，我觉得它在车脚方面呢，虽然它是一个很像 crossover 这样的感觉啊，可是当我们在做一些转弯的时候 ，OK， 我要转弯了啊，准备啊，比较快的啊 ，OK， 这种 U 盾的转弯 ，OK， 它的 body roll 还是很少。虽然讲它真的长到有一点像 crossover， 但是它不是那种整个要反掉的感觉。所以你不要看它这辆车肥肥肿肿，然后车顶高高，但是在操控方面啊，真的是我觉得啦，是碾压它的对手的。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驾车的人，喜欢操控的人 ，Iris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 Iris 当然，我觉得它在一些二手价方面啊，还是什么油耗表现方面，可能真的不及对手啦。这个的。但是就你买它，就是你要体验它的优点啦。对，驾驶感。驾驶感。我就喜欢驾驶感。二手价我不 care 的。I don't care 二手价，我也是不 care 的，因为主要是我们在拥有那段车的那整个过程是开心的，对，而不是我整个过程不开心，然后卖车的时候爽一下，那个就没有什么用嘛，对不对？对，不像我后面那个买 Vios 是因为二手价，是吗？不过 Vios 的二手价的确是很硬啊。OK 啦，今天这个 Sport Mode 我们也试了啦 ，Eco Mode 也试了啦，然后 Normal Mode 也试了，还有就是这个Punch CVT 呢，真的。它在软件方面有做到提升啊，虽然它的硬体还是那颗Punch CVT VT2，
但是我在这个整个驾驶过程中，我觉得它在行驶方面比起以前是比较 smooth 的，不会觉得有一些很明显的 rubber band effect， 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很明显的 jerking 那些都减少了我不能讲它消失了，但是它真的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Iris 它在小改款过后它给到一些提升，好像 armrest 新的内装红色的安全带然后新的 body kit， 然后又有在动力方面做到一点点调教，这一点我真的可以看到 Proton 的诚意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因为这一些被它打动了，对不对？ Proton 的话，好像有了新骨头就做到越来越美。新款的 Proton 车系都蛮漂亮的啦。当然我自己个人还是最喜欢 X 系列的 Proton 车款好像 X50 X70 我都还很喜欢。比较旧款的车就 Satranio is the best 如果你们想要看到 Satranio 的进展的话，都可以继续关注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好，在影片结束之前呢，也要非常感谢本期节目赞助厂商 Elevo 赞助这一套Sunshade给 Evangeline。谢谢干爹，有你真好，给他 love。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买新车二手车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上面有很多好料二手车还有新车资讯给大家啦。OK， 今天这一集节目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他是 Evangeline，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Goodbye， 会弹手指吗？ Goodbye， 1、2、3，没有，小茉莉没有弹，不可以。1、2、3 ，Goodbye。